度固被认证为大修行者的转世。尊贵的第25世占度固仁波切的其中一个转世是百折不挠的大威德英雄热罗多杰扎一世。在这一期的视频会跟大家分享热罗的尼泊尔寻师求法之旅。上个视频说到，热罗最终得到父亲的允许，让他前往尼泊尔寻师求法。热罗在收集了食物后，便开始了他的旅程。抵达尼泊尔后，他来到了古城伊让。他来到北城门，询问伟大的上师巴若的下落。一位纺织手艺人告诉他，去山谷尽头的一座寺院，巴若上师就住在那个寺里。按照指示，热罗朝寺院走去。当寺院出现在视野中时，一群尼泊尔瑜伽修行者走近他，并热烈欢迎他。他对受到如此热情的接待感到惊讶，并询问瑜伽师是否认错人了。一位瑜伽师告诉他，他们并不认识他，但他们的上师指示一位有个来自西藏的有缘人要来，特派我们来迎接。他们护送他走上一条沿着悬崖的小路，进入一片草地。巴若上师就住在那的一间草屋里。见到他的上师后，热罗在上师座前进行叩拜，并将随身携带的7匹绸缎作为拜见礼品献给了上师。谈话中，巴若说热罗应该在1年前就到了，并询问他为什么没有来。热罗解释说，去年因某种原因而未能来，现在请求上师赐教书生秘法。热罗便将自己带来的全部黄金献给了上师，但巴若并不满意，并继续催促他提供更多的贡品。于是他又将自己的外衣脱下献给了上师，但巴若还是不满意。这时热罗已经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了。最后他象征性地将自己的身与意供养给他的上师，这让上师非常高兴。上师高兴地表示，听说西藏人心诚，看来果然不假。巴若把黄金和衣服全部退还给了热罗，并指示他用这些黄金去做盛宴和求密法会功的费用。盛宴结束后，热罗再次向上师请求灌顶。巴若上师赐他金刚亥母灌顶，并将金刚亥母的续经、修炼仪规和会功法全部传给了他。事后，热罗又去拜会了尼泊尔有名的另外几个大师，并一一结缘求法。有一次，他去苏瓦扬布佛塔转经时，遇到了印度瑜伽师布纳纳胡。布纳纳胡嘲笑他，并叫他成为自己的弟子。作为回应，热罗问他懂什么法。布纳纳胡自称懂得斯菲陀等知识。于是两人就此辩论起来。热罗用唇枪舌剑将他变得口如寒蝉。热罗赢得了辩论，这彻底激怒了布纳纳胡。他咒骂热罗，并要热罗小心，他会在接下来7天内让他付出代价。过后接下来的几天出现了许多凶兆，各种愤怒的幽灵开始困扰热罗。他虽然暗中做亥母法消灾，但未见明显的效果。愤怒的幽灵继续出现，有增无减。最后热罗别无选择，只能向他的上师请教。巴若上师这里也同样做了不祥的梦。他说热罗冒犯了法力最高的一位印度瑜伽师，这位瑜伽师曾经咒杀了许多印尼两地的佛教徒，现在必须立刻采取强有力的应付方法。我有大白伞盖佛母破邪法，足以破除这个邪道的非觉法，现在就传给你。在第7天，热罗在他住的禅房中悬挂了一幅金刚亥母画像，然后坐在一个大瓦缸中，在一块石板上画上了大白伞盖佛母密咒咒轮，盖住了缸口。他就坐在缸中不停地诵咒。就在第7天的夜里，先后飞来了3个桑木橛。第一个飞橛啪的一声劈碎了热罗禅房的门板，第二个飞橛钉在了金刚亥母画像上，第3个飞橛劈碎了禅房的一个柱头。但由于大白伞盖佛母的咒力，热罗的生命安然无恙。印度瑜伽师布纳纳胡听到他的法术被对方所破而未能杀死对方的消息后，羞愧地上吊自杀了。通过这次经历，热罗意识到上师可能还有比这更厉害的法，便去请求上师把其余的秘法也传给他。上师告知热罗，他再没有其他的秘法了。于是热罗便把剩余的黄金全部献给了上师，行过告别上师之礼后离开了尼麻登寺。在要准备返回西藏的出程途中，他经过尼泊尔市集时，一位古怪的女孩拦住了他，并质问他为何千辛万苦到这里来，只得到了一些皮毛，没有得到精华就要返回西藏了。于是他再次回到了上师身边，并再三请求上师开恩。
但上师仍然坚称他已经把他所知道的一切法都传给热罗了。有一天晚上，热罗便偷偷跟踪上师，悄悄地来到了一个岩洞。他见到上师佩戴着古饰，坐在一幅大卫的唐卡画像前念诵咒语。见此情景，热罗激动得热泪盈眶，哭着恳求得到开示。但上师觉得热罗对佛法没有足够的信念，无法接受这么稀有的教义。当天一亮，巴若就离开了，把热罗一个人留在山洞里。后来，热罗正犹豫是否需要寻找更多黄金来求法，他向一位尼泊尔医师吐露了心声。当时有个尼泊尔大富商身患重病，百医无效，尼泊尔医师趁机把热罗介绍给了这个富商。热罗用金刚亥母加持法为他治疗，立见奇效，经过3天便痊愈。为了感谢热罗的救命之恩，商人送给他500盎司黄金。热罗带着500两黄金又回到尼麻登寺庙，但此时巴若上师已不在寺庙，不知去向。热罗决定不辞辛苦去寻找巴若上师。他走遍了尼泊尔各地，走遍了山沟、火葬场、茂密的森林、村庄和城镇，寻找了6个多月，他的身上伤痕累累，鞋子也破烂不堪。有一天，他走到印尼边界的一个大沙漠，他迷失了方向，他又热又渴，且已经筋疲力尽了。他以为自己快要死了，他真诚地祈祷，希望在下一世见到上师，得到上师的传授教导，然后就昏倒了。随后他恢复了意识，身体也变得舒服了。正在这个时候，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带着古饰的神秘女子，并引路他找到了上师。在经历了重重障碍和无数吉祥的景象和征兆之后，他终于来到了他的上师巴若面前。热罗见到上师后欣喜若狂，他多次顶礼转绕，并把他所有的金子供养给他的上师求法。巴若唱了几首颂扬他不屈不挠的诗句，并开始准备授予大威德金刚灌顶。午时，热罗被引进文殊黑夜摩迪坛城，上师为他举行了灌顶仪式。夜半时分，为他举行了世尊大威德13尊全面灌顶。在灌顶过程中，上师、空行母和勇士一起跳起了金刚舞，还唱起了金刚道歌。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举行了空行会供餐，上师则唱着金刚歌，并向弟子预示了许多未来之事。天亮时，那些空行母和勇士一一消失，坛城、贡品、用具不复存在，只有上师和热罗坐在空荡荡的地上。上师接着对热罗解释道，他刚刚接受了最强大的密续，透过深入的修习此法，可于此身中极能证的法身获得究竟的解脱。同时，他的法门也是教法中唯一能够净化众生因犯5大不可赦罪所造的极大恶业。说完后，便将黄金全部退还给了热罗，并表示金钱对他来说毫无用处，原先接受这些供养是为了帮他积累功德而已。现在你可以带着黄金去供养各地的寺院和佛像佛塔，诚心发愿。说完后，巴若上师腾空而去。热罗按上师的指示，先后来到著名的神山圣地朝山拜佛。当热罗分发完所有的黄金后，就去到一个茅棚住下来修炼。在那里，他废寝忘食地进入了大威德金刚的深度禅修。他相对较快地证悟了，并见到了文殊菩萨的清净相。接着见到了阎魔法王显现，然后是的大威德金刚、黑夜摩迪、6面大威德金刚，最后是吉祥天母。他宣誓效忠热罗，并请求夺马供养，这将会帮助他们有效地协助热罗的佛法事业。热罗觉得近来发生很多事情，需要向上师请示汇报，于是他又回到伊让，向巴若上师做了请示汇报。他的上师非常高兴，并告诉他，这些景象意味着他在修行中取得了成就。上师将自己常用的莲花金刚铃杵和一尊珍贵的石雕大威的金刚像及秘籍手本赐给了热罗。最后上师说，现在你可以回到雪域，实现你利乐众生的心愿了。热罗也将自己所有的财物献给了上师，并行辞别之礼。就在返回西藏之前，拉罗再次拜访了被他治愈的尼泊尔商人，并向他传达了这个好消息。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的视频会接着跟大家分享热罗返回雪域后，将大威德金刚密续法门推广到西藏的精彩故事。最后，愿将这段影片的功德回向给所有的母亲众生，愿一切母亲众生离苦得乐。